Hello， 我是那個大叔，很高興又來到我的遊戲頻道。今天繼續帶來全軍破敵戰錘3的對戰影片。看到這些巨劍士，就知道這次依舊使用的是暗精靈。然後我們看一下，這個是暗精靈數一數二可怕的近戰單位，它有着破甲反步兵，然後傷害也非常的可怕。那後面這邊呢，一共是5隊的蒼涼劍士，因為這次對手是矮人，所以面對矮人就是破甲的東西出好出滿就對了，有什麼破甲的盡量帶出來。當然還沒有完了，這邊還有暗黑騎手連射弩。其實正常來講不應該出這個才對，但是我是想嘗試看看。但是效果坦白講，我覺得真的不是很優，真的是出來玩玩的感覺而已。那這2隊冷吸恐懼騎士，我覺得發揮就不錯。那這2隊冷吸戰車，可能是我自己操作的不是很好吧。等等來看看。那這邊呢是至高術士黑暗系，我真的覺得這個毀滅閃電真的好用，只是稍微可惜的是它的發動時間有點久，但是它有鎖定住單位，我覺得就可以。然後我們這邊看一下矮人這邊的布局哦，前面是矮人勇士，然後鐵錘勇士跟鐵錘勇士精英版本，這個就是非常強大的正面組合哦。那後面都是可怕的遠程單位啊，縱使弩手，然後雷鳴槍手精英版本，然後還有另外一種的雷鳴槍手，它是射程比較短的，它射出的彈藥比較不一樣。然後這邊是鐵龍手炮兵，這個打起來，這個其實蠻可怕的，它的火力好像誤傷的樣子哦，好像被自己的炮兵誤傷感覺。因為這一場我方沒有出炮兵，法術也沒下來，所以在這個情況下，他扣血最有可能就是不小心被自己的炮兵打到。那他矮人這邊的領主是符文領主，符文領主可怕的地方是他可以使用各式各樣的符文。矮人雖然不能使用法術，但是他可以使用符文，只是符文他們是共用冷卻時間的，所以要自己去斟酌。這邊出了一個不是矮人的家伙，英雄單位菲利克斯是一個近戰反步兵的單位，而且他有破甲的能力，他破甲能力也不差。那這邊就稍微看一下，其實我很少看到這個單位，坦白講，我很少看到矮人那個有出這個單位。那最後就是風琴炮，還有仇恨投石機、遠程破甲，還有反步兵的。那這邊我們就開始打吧，而且矮人佔據山頭，其實優勢很大。哇，風琴炮配置有點錯誤就對了，因為照這個仰角感覺應該射不到才對。好，這邊我先放了一個法術哦，就是毀滅閃電。等等來看一下傷害，因為這邊其實連射弩射下去真的不是很痛哦，這一發下去將近快要50%，我覺得可以接受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們本身矮人自帶這個法術抗性，都已經有抗性狀況下，還可以打成這樣，我覺得這個法術下去已經算可以了。那對方也是有用投石車對我發動攻擊啊。那這個冷吸戰車也不斷的在射擊，不過傷害感覺有限啊。我們看一下這邊射出去，感覺傷害算還可以。我覺得好像沒有到還可以，這感覺不是很優。然後這2隊的弓箭射出去，雖然說有破甲，
他這邊寫雖然說有破甲傷害，可是感覺射在矮人身上就是沒什麼感覺，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兩隊真的算浪費了。然後打着打着快要被射沒有了，這兩隊發揮真的不是很好。那前面這邊基本上就是近戰一坨一坨黏着，然後這隊蒼良劍士忘記操作。好，這邊有先滅掉對方的領主，靠着兩隊的巨劍，好，這一發下去就很痛了，這個傷害超過50%。果然，近戰這巨劍還是很可怕，直接把對方的領主給切掉，然後開始在攻擊對方的遠程輸出單位。好，這個法術放下去。真的就是在抓羊的感覺。矮人的法術抗性真的很高，攻擊型法術放下在他身上，跟放在其他種族身上感覺就是差一大截。我其實知道矮人他們是有法術抗性，但是我還是想試試看毀滅閃電放下去感覺是如何。然後對面基本上後排都是被冷溪洗手給沖散了，然後加上两隊的巨劍，很快速把對方的前排快速砍穿。那基本上對方所剩無幾啊，剩鐵錘勇士跟矮人勇士，這兩隊其實圍着，等等就會消失不見了。對方英雄也被打退了。暗精靈的這個巨劍真的很誇張，出這兩隊真的算是賺了很多。然後這兩隊連射弩基本上沒什麼事做，沒什麼太多事情，輸出也不是很夠。我們看一下這一個法術下來，哦，一口氣兩隊的傷害算還可以，這個算還可以。這兩隊連射弩真的是沒做到太多事情。雖然說上面有寫的破甲傷害，但是攻擊對方感覺在抓癢。然後這兩隊巨劍真的非常的有用，把對方前排砍穿一隊，然後又把對方的領主給打退，然後甚至後面英雄也打退，然後最後收尾的時候其實也算是有做小小的貢獻。那戰車我用起來，它的遠程感覺真的它遠程射出來弓箭感覺真的還好，真的要切近戰模式，然後去撞矮人，我覺得这個效果才比較好。我是想說偷懶試試看，結果果然真的不應該偷懶。那這兩隊的冷溪恐懼洗手就做了不少事情，主要有把對方的後排打亂，讓對方的無法安穩輸出。只要不能安穩輸出，那就做對了。然後他的法術毀滅閃電其實蠻可怕的，把鐵炮手一隊打超過一半的血，然後縱使弩手也打了將近一半。光這兩個法術這樣放下來，其實我覺得就已經算值回票價了。這兩個法術都算值回票價，然後其他放的有傷害就我覺得還好。普普通通，因為矮人他的法術抗性真的太高了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影片內容了。如果喜歡影片，幫我點個讚，並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個大叔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